或许我和他真的交往过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跟我说真话。我和耀强真的只是朋友。我已经帮你安排了一间房子，你回去收拾一下。叔叔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的前途。子健长那么大，从来没有像刚才那样跟我说话。我们离婚吧。是，我就是杨立威，我不想再玩下去了。你确定他是杨立威？是他亲口承认的。所以他真的是杨立威。顺天，你没事吧？过几天张律师会联络你。喂。我妈死了，我老婆儿子也死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既然你那么想死，不如把你的命卖给我。从现在起，你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人生。既然杨祥威已经不存在了，你自然要取个新的名字。抓住最后机会，全力投资地产股。我们之间只是金钱的游戏，这世上能让我心动的，就只有你。陈水莲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从一开始找到我，接近我，就是要计划把我改造成李瑞明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不会告诉你，你也无权过问。你凭什么这么玩弄我？就凭你的命是我造的，你的生死本就应当由我操控。那我宁愿死，把命还给你。想把命还给我还不是时候。我会帮你把李瑞杰抢走的财产和公司股份都拿回来。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和李瑞杰有恩怨，还是为了李瑞明的财产？如果你拒绝合作，我自有办法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李瑞明，包括王思婷和你所谓的孩子们。如果你还想挽回王思婷对你的信任，还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像以前一样，你就得服从我，乖乖的跟我合作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。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。
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谢谢你愿意出来见我，让我有机会跟你解释一些事。现在才来解释，你不怕我以为你只是想掩饰吗？没错，我承认一开始我瞒着你我和瑞敏的事，是因为我放不下他，希望他可以回到我的身边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传案后的瑞敏和我之前认识的瑞敏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知道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误会瑞敏，因为他真的很在乎你和孩子们。所以你现在打算把他还给我，是这样吗？瑞敏身边的女人我见多了，比你手段更卑鄙无耻的小三大有人在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为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来解释？我更不明白，我原不原谅我丈夫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时候突然大方让爱，你不觉得你的行为很奇怪吗？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，不管对方如何忘记自己，会那么轻易的拱手让人吗？是他让你那么做的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不甘心，但是我还能怎样？当一个女人真心爱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，难道你不是吗？可是你放心，我不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人，我只是醒了，看清楚了，瑞明的心里只有你，时间迟早会给你真正的答案。我已经跟艾琳说清楚了，她答应以后不会再来纠缠。这是你和艾琳说好，一起配合演出的戏码吗？我刚刚见过艾琳，她承诺以后不会再纠缠你，还说你会全心全意地弥补我跟孩子们的关系。你一定要相信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是一个真心悔改、祈求原谅的人。离婚手续，等大家冷静了再决定吧。好吧，就等大家冷静了再说吧。我需要时间想清楚我们以后的路。餐车的生意，我不想再继续了。我会把生意顶让出去。餐车为什么不做了？当初做餐车生意是为了一家人，现在家散了，每天面对着餐车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我们已经掌握你拍电影洗钱的证据，你还想狡辩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投资我的电影公司，我只是负责拍电影。电影公司所有往来文件都是你亲自签名的，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？这些都是你洗钱的证据。这个人不只是洗钱，还涉嫌多宗黑社会命案。不关我的事的，我跟他们只是合作拍电影，他们的背景和其他的都跟我无关。这些话你自己跟警方和法官解释吧。我要见我律师，我要见我律师，我有权利跟我律师说话。就算律师来了，也只会劝你认罪。
如果你转当污点证人，指证幕后的洗钱集团首脑，还能向法官求情，要求轻判。听说贪污调查局的人请你去喝咖啡，聊得还愉快吧？没有啊。上一次出卖我们的那个老刘现在人在哪里？失踪了一阵子，后来警方在海上找到了他一条腿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，干嘛搞成这样，对不对？江老板，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说啊。很好，不过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江老板，你可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我只相信死人才什么都不会说。江老板，江老板，江老板，我没有出卖你，我没有出卖你，我没有出卖你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江老板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今天怎么这么破费啊？江老板，这是1000万，您就暂时先收下，其余的我会尽快连本带利还给你。怎么一回事啊？我是想拍完这部电影之后，我就结束电影公司。不是说好3年拍10部电影吗？怎么才第1部你就讲结束了？拍电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我想我还是比较适合回去做我擅长的事。说好了合作，现在你要临阵退缩，这样会打乱张老板接下来几年的工作计划。这个亏损，谁来负责？你不想跟我合作，可以直说啊。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Relax， 做生意，什么变数都有可能。我这个人啊，最不喜欢强人所难。不能合作，就继续当朋友啊。你这么有心请我，菜都凉了，应该趁热吃。我就不客气了。And action！ 这段时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要忙我的生意，我要忙我的工作，我不可能整天陪在你的身边的。所以我就说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拉住我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们分手。你在这里就好了，不就让一个猪头临时演员把道具给弄坏了，你帮忙修修。现在啊，不然明年啊，等一下要用的猪头。到这，主任，道具修好了，一点点东西修这么久，我已经很快了，还顶嘴？现在年轻人。哎，这个好啊，你帮我，这个你帮我搬去那边啊。是的，你有看到嘉文吗？女主角的戏今天拍完了。拍完了。完了。你也完了。啊？哎呀，你不要再痴痴的等了啦！你是没有男主角的命的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说的是真的。这几天拍完戏，他们2个都一起离开，2个人走得很密，你懂的啦。可能他们只是为了宣传，所以才……宣传电影需要那么早培养感情啊？算了啦，不是你的，等久都不会是你的。
到家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怎么样？辛苦了。还不错啦，还好啦。明天要继续玩。哎，我来，帮你。这点小事，我忘记了，刚才我放在后面都没跟你说。天气冷，那地要抽好一点。一定是今天早上下雨的那场戏，你着凉了。没事的。你不要再痴痴的等了啦，你是没有男主角的命的，不是你的，等久都不会是你的。明天你还有几场动作戏，如果不行就不要勉强，我帮你通知剧组。我真的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吧，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喝汤吧。怎么不喝了？很晚了，不想吃太饱。那明天再喝吧。刚才那个男生是谁？他是我们戏里的男主角。他看起来好像是个好男生，很会照顾女生。你们很熟啊？他好像很关心你。导演要我们多接触，培养默契。妈咪，对不起，那天对你发脾气的事，其实我已经忘记了。我还担心你生我的气。我也忘记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感冒了？发烧了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不用了，我家里有退烧药，吃了睡一下就没事了。烧成这个样子，万一晕倒在家里怎么办？要不我留下来照顾你？好吧，不过你记得通知 Daddy。你们又吵架啦？我们不谈你 Daddy 的事 ，OK？ 都说我没事了，你不必陪我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放心好了，妈咪不会打扰你，让你为难的。哎呦，阿姐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快点去换啦 ，please， 不要害我了啦。OK， 我先去换衣服啦。是我害他迟到的，这些请大家吃，辛苦大家了。这什么好意思啊？大老板刚刚来探班，也买了吃的给我们，谢啦。老板，思婷，今天怎么会来啊？嘉文昨天生病了，我送他过来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谈，不会耽误你太久。到底什么事？这部电影杀青之后，我们就会跟嘉文解约。你之前不是一直都很反对嘉文跟电影公司签约的吗？听到这个消息，应该是好消息吧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是我们公司第一部电影，也将会是最后一部。你打算结束电影公司？当初你那么坚持，现在突然放弃，为什么？因为忙啊。最近总公司的业务出现了一点状况，我得两头忙，实在是分身乏力。我想结束电影公司是最好的。对了，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嘉文和剧组的人知道，我不想影响他们的工作心情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你的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餐车的生意太忙？餐车已经停业了，我打算把餐车顶出去，
为什么？之前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有什么需要尽管说，我可以帮忙。反正就不想再继续了。是跟我哥有关吧？那既然你现在已经不忙餐车了，不如来帮嘉文当他的私人助理。他需要私人助理？我听剧组的人说，嘉文的状态不好，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再加上他现在是一个人自己在外头住，拍戏本来就已经有一大堆的琐碎事情，再加上镜头前、镜头后都是各种的压力。与其说他需要一个私人助理，他更加需要一个保姆。你倒不如直接说他需要我。我正想这么说，如何？不会吧？连自己的女儿还要考虑啊？我刚才跟来片场，他已经抗议了。你让我跟他沟通一下，看看他的意愿。嘉文好像在拍戏了，我去看看。嗯。喂，我是。大班看护说，你今天安排了人来养老院把你父亲接出去，别忘了要定时让李老先生吃药。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人去接我爸，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就让人把我爸带走呢？五哥，好吃吗？好吃就多吃一点啊。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我们都在等你。五哥，说对不对啊？坐，吃。Relax， 我请你老爸吃好料，又不是吃毒药。蒋老板，生意上的事情，我爸什么都不懂。你要谈，你找我谈。有生意可以谈吗？我们之间的合作不是要结束了吗？没生意谈，我觉得无聊，只好找你老爸谈天。安哥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找我谈。我们姜老板一向很照顾生意伙伴，包括他们的家人。唉，说实话，我们之前合作的这么愉快，我实在舍不得这种关系有所改变。因为我的世界只有黑和白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不是赚钱就是亏钱，绝对没有灰色地带。对，蒋老板，你说的对。之前是我傻，干嘛要结束电影公司呢？你就当我没有说过，我们继续合作，大家有钱一起赚，一起赚嘛。安哥，你的儿子很聪明，我最喜欢和聪明人一起做生意。好，以后我们一起赚大钱，花大钱。安哥，别停，来吃鸡腿。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我小的时候，你无论多忙，都会抽空带我来这里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坐在这里，你耐心地教我钓鱼。我还记得，我钓到的第一条鱼是一条草鱼。16岁生日那年，我们吃了饭，你就带我来这里散步。我就站在那儿，那个瞭望台上，大声承诺，
将来我长大了，换我带你来这里钓鱼，换我来照顾你，换我带你来这里散步。可是我都没有做到，对不起，爸。我要回家。我也想带你回家，可是谁来照顾你？当初如果不是为了要跟大哥争股份，我也不会被逼得去跟洗钱集团的人借钱，现在要替他们洗黑钱。我很害怕，万一被警方知道了，那我就……可是我更怕，我要是把他们供出来，他们会伤害你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要睡觉，我要回家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回家睡吧。你原谅我了？我暂时会搬去嘉文那里照顾他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瑞杰会安排的。又是他，他想怎么样？你小心被他骗了。瑞杰说他会跟嘉文解约，然后结束电影公司。我先走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李瑞杰会突然要结束电影公司的业务？有时候你耳朵听到的，跟你眼睛看到的，未必是一样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查过了，跟李瑞杰合作的电影集团之前在混黑道，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。看样子现在的李瑞杰已经被他们牵制住，任凭他们摆布了。没想到他为了钱，竟然铤而走险。他不只是为了钱，他是为了要斗赢李瑞明，为了抢得股份，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踏进这个无底洞。等到想要后悔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连天都在帮助我们，给了我们一个对李瑞杰下手的好机会。艾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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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啊？这什么？说你给我说话啊！吗啡？你为什么打吗啡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生病了啊？艾琳，说话！哎，艾琳，艾琳。张医师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是末期胃癌，病人拒绝手术和化疗，所以每次只能用吗啡来止痛。
可是现在吗啡已经没有用了，可以的话留在他身边，陪陪他吧。谢谢你。醒了，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我想走了起来。好，我帮你，小心点，慢慢来啊。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什么不接受治疗？复原的机会只有1/10，我不想搏，我只想将去世前陪在你的身边。春天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可以再帮你了。傻瓜，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，啊！为了你，再多还是不够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不能说出来的秘密，今天可以说一个给我听吗？我只想带着一个属于我们2个人的秘密，默默地离开这里。好，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。你生命最重要的那个人是谁？其实那个人你也认识，李瑞明。是他。如果当初没有他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。你进入会议室准备一下，5分钟后要开会。你先进去。婷，他是你的儿子顺天，快叫爸爸。他不是我儿子。你要多少钱？你说。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。医生说我得了绝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是担心这个孩子以后没有人照顾。不是要我收留他吧？他真的是我们的儿子啊！当年我并没有叫你生下他，是你自己要把这个野种给生下来。我是绝对不会收留他的。我要不是走投无路，也不会来求你。我求求你，就当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吧。保安，把他们2个轰出去。以后我不想在公司的范围内见到他们。从那天起，我告诉自己，以后我再也不是李顺天，而是陈顺天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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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我妈妈的病恶化的比预期还快。我昨天梦见有坏人把你抓走，我怕。别怕，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是天使，带妈咪去天堂的。我也要跟你去天堂，不要丢下我。妈咪也不想丢下你一个人。
可是妈妈的身体坏了，不可以照顾你、陪你了。那天的那个男的，他是你爹爹，要去找他，求他。我不要，他不是我爸爸，我没有爸爸。不听妈咪的话。 他不要我了，不要我们了。他会心软的。他看到你一个人了，他会收留你的。妈妈，你也不要我了吗？妈咪想陪你一辈子。 可是妈咪不好，妈咪真的很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不要丢下我。原来那天在偷偷看着我和我妈妈的人，是我大哥李瑞明。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，他对我妈妈说过的话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弟弟的。该睡的晚上总睡不着。哥哥在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厚实手掌传来的温度，那是种温暖的感觉。我还留着最后的合照，可惜我们一直没和好。飘飘零零的生活，总有归期。我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一心只想要个家。以为至少。 而大哥，他给了我这个家。大哥给了我生活，也教会我生命的意义。陈顺天，你这个穷光蛋，手表一定是偷的吧？不是，是我大哥买给我的。大哥，他什么时候大哥？想吓我们是不是？呛！欺负我弟弟啊！把一切全部毁掉。别哭了，没事了。来，起来，别哭了啊！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就算真的想哭，也要学会把眼泪往肚子里吞，知道吗？不是叫你真的吞眼泪，那是什么呢？那种感觉。 你长大了就会明白。大哥，你不开心吗？我没事啊。是不是又被骂了？我们的爸爸哪天不骂人？就你二哥才不会被他骂。他不需要爸爸，我没有爸爸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。 来，哥哥背你。嗯。我还记得有一晚，我突然发高烧，呕吐不止，是我大哥连夜背着我去医院。医生，我弟弟的情况怎样？是急性脑膜炎，必须留意观察。你一定要治好他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 我们都会尽力的。到了明天，如果高烧再不退的话，会有失明的危险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大哥，我在这里。我不要被这下走，我不要。大哥在，你别怕。
如果以后你真的看不见，我会当你的眼线，我一定会照顾你。如果没有我大哥，我早就死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大哥就是我的所有。我在乎他，大于我自己的生命。在乎他，大于自己的生命。谢谢你，不让我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。虽然我不是你生命最重要的那个人，还是要感谢你。让我心动，让我爱上你，让我心里可以有一个牵挂的人。所以，就算我病得再痛、再苦，我一直提醒我自己，一定要撑下去。因为我真的不想离开你，我舍不得你，以后不能替你分担痛苦了。对不起，好了，别再说了啊！别说了，你会好的啊！知道你在乎我。我在你心里有个位置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好好保重。艾丽，艾丽。你怎么了，艾丽？艾丽，艾丽，艾丽，我终于明白，爱在换季后才能释放自由。抱一抱。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。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。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